如果活得不开心，长命百岁就是最恶毒的诅咒。我有时候半夜醒来，会突然想起外婆那条藏了10几年的大花床单，红底金丝，牡丹开得又艳又张扬。她用3层塑胶袋裹得严严实实，放在柜子最上层，说要等我弟结婚那天才铺。好东西得留着用在刀刃上。她总这么说，可我弟还没结婚，外婆就走了。那床单后来被我姐翻出来，剪成了好几块，给家里的猫做了垫子，猫在上面打滚挠爪子，睡得香得不得了。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心口堵得慌，那曾经是外婆眼里最隆重的期待，最后却成了猫咪的日常。前几天刷到一个做了20年殡葬师的视频，他说死完给他上了9节课，我刷完愣了半天，手机荧幕都黑了还在发呆。原来我们拼命攒着藏着舍不得用的那些东西，最后大多逃不过被扔进垃圾桶的命运。而我们真正该珍惜的从来不是东西，是当下这口气，这歌还在跳的心，这些还坐在身边的人。死亡面前的平等和他藏着的最大不公平。殡葬师说的第一课，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公平。皇帝也好，乞丐也好，谁都逃不掉，也带不走什么。你攒的房子、车子、鞋柜里那一排限量款，手机里舍不得删的照片，最后都会和你分开。这话听起来残酷，却戳中了一个巨大的反差。既然什么都带不走，为什么我们活着的时候还在拼命把好东西藏起来？我有个发小，30出头就咬牙买了块劳力士，说要传家，天天锁在保险柜里，逢年过节才拿出来擦擦，连带都不敢带。后来他心梗，走得特别突然，儿子收拾遗物，把表拿到回收店，平静的像在卖一部旧手机。我爸都没带过，给个价吧。店员看了一眼，说款式有点老，压价收了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我们以为在珍惜，其实是在和自己较劲，把生活过成了等待。外婆的床单是这样，我妈以前也这样。她有一套好看的茶具，客人来了从来不拿出来用，说怕磕了。后来我爸走了，她一个人守着那套茶具，灰都积了厚厚一层。有天我忍不住拆开给她泡茶，她端着杯子，眼泪就掉进去了。她说早知道就天天用了。我们为什么总在等？从小被教育要珍惜好东西，要留到特殊日子，结婚生子、升职退休。我们把生活切成无数个以后再说的格子，把最好的衣服、最好的心情、最想说的话都锁进那些格子里。可死亡从来不跟你预约，他说来就来。像我认识的那个工程大哥，总说等这个项目结束就带老婆去大理走走，项目一个接一个，他倒在了工地里，手机备忘录里还躺着下周请客户吃饭和带老婆去大理。为什么我们这么爱等？因为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，觉得年轻的时候多吃点苦，少享受，以后会有大把时间补偿。可现实是，有些人见完这辈子的最后一面，连句再见都没来得及说。我有个闺蜜，她婆婆身体一直不好，却总说等孙子再大点就去旅游，结果去年冬天一场感冒，婆婆就走了。闺蜜后来跟我说，她最遗憾的不是没带婆婆去旅游，而是从来没好好坐下来跟婆婆聊聊心里的委屈和感谢。那些没说出口的话，比没去的旅行更疼。长寿不是奖赏，不开心就是刑罚。殡葬师说的第6课特别狠，如果活得不开心，长命百岁就是最恶毒的诅咒，每天睁眼就是遭罪。那长寿不过是把刑期拉长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婚姻里互相折磨，却因为孩子因为面子因为再等等看，就这么耗着，耗到头发白了，身体垮了，才发现自己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一场不快乐的持久战。我自己有走过一段弯路，结婚这些年，有时候也会陷入那种为了稳定就忍着的情绪。丈夫比我小，背景不同，生活习惯、想法常常撞在一起。以前我总想，等他稳定了，儿子再大点，财务再好点，我们就能好好过。可后来我发现，如果当下每天都在小摩擦和隐忍中度过，那个以后其实永远不会更好，他只会把当下的裂痕越拉越大。健康也是这样。殡葬师说，他最怕看到的不是家属嚎啕大哭，而是办完手续后脸上那压不住的轻松。那一刻你会明白，如果你走的时候让身边的人悄悄松一口气，那你这辈子活得有多沉重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好好照顾自己，别让疾病成为家人的负担，那才是真正的爱，把大日子过成每一天。听完这些，我反手就把柜子里那盒舍不得喝的好茶拆了。茶叶在热水里慢慢长开，香气一下子就飘满了屋子。我给我妈打电话，说周末全家人一起去那个心仪已久的城市玩，不等了。儿子虽然还小，但我们带着他去看了海，他兴奋地在沙滩上跑来跑去，
笑声比海浪还响。丈夫那天也难得放下手机，陪我们拍了很多照片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突然很踏实。原来把以后变成现在，生活就能立刻不一样。当然，不是说完全不规划未来，而是别把所有期待都压在未来。那些限量款的鞋子，该穿就穿；想吃的美食，该点就点；想说的话，该说就说。别等到再也没有机会，才后悔自己把生活过成了一个漫长的等待室。我有个做美容的姐妹，去年查出身体问题，她以前总说等店面做到一定规模再好好休息，结果一检查就慌了。现在她调整了节奏，每周固定留2天只陪家人，店面也从拼命接待客人到现在招其他美容师分担。她的店面业绩没掉，反而越来越多客人留言说，看到你才知道，原来我们都可以慢下来爱自己。死亡不是终点，它是提醒。第9课，人生指的不是结果，而是活着的过程。终点都一样，那我们就把这条路走得漂亮一点，痛快一点，温暖一点。我现在会定期整理柜子，把那些舍不得用的东西拿出来，该送人的送人，该用的用起来。外婆的床单没了，但我把她的老照片扫描下来，做成了小相册，放在客厅。每次看到，都会跟儿子讲外婆的故事。那些故事不是遗憾，而是提醒我们珍惜眼前。对还年轻的朋友，我想说，别等到30迷惑、40焦虑的时候才醒悟。从现在开始，学会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，对身边的人温柔一点，对生活大胆一点。失恋了，亏钱了，被背叛了，都没关系。去殡仪馆门口站一会儿，你会发现，能喘气，能难过，能重新开始，已经是最大的幸运。对像我一样过了40的姐妹，我想说，我们不是剩下来的，我们是终于可以为自己活的。少把爱情和别人放在人生天平的最重位置，多投资自己。身体要养，心态要调，喜欢的东西要有，爱的人要珍惜。哪怕婚姻有磕磕绊绊，也要学会设置边界，表达需要，而不是一味忍让。温柔要有牙齿，爱自己才是底气，把过程玩透，才不枉此生。昨天晚上，我又把那条被剪成猫垫子的床单故事讲给丈夫听，他难得安静地听完，握着我的手说，以后咱们别等了。我笑着点头，眼眶却有点热。生活啊，本来就是一场单程旅行，终点固定，过程却可以自己书写。别再把好茶锁在柜子里，别再把好心情留到以后。拆开它，泡一壶，喝下去，让香气填满今天。你呢？今天拆开哪一件舍不得的东西了？或者给你最爱的那个人打个电话，说一句一直没说出口的话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。